Hello， 你好，我是 EO， 你的非职业的邮轮旅行顾问。这一集我要讲一个让人有点讨厌的主题，旅行保险。嘿，你等一等，先别急着关掉。大数据让我出现在你视频的推荐页面，可能你是一个旅行爱好者，或者是你正在心痒痒的计划你下一次的旅行，请你耐心看完我这一集，我相信你不会后悔。结合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案例，来跟你讲一讲旅行保险到底有多重要，邮轮公司的旅行保险到底值不值得购买，信用卡中已经包含的旅行保险和你工作所在的公司包了你的旅行保险到底有哪一些雷，你要小心，千万可不要踩到它。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会帮你罗列出一个在危难的时候真正可以赔得回钱的旅行保险，并且还适合邮轮旅行来使用的。那这样子的保险它到底应该包括哪一些内容，和你选购保险套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并且我也同时会教你怎么样能够充分的使用到你的旅行保险，尽量用足保险公司这个 package 当中所有的需要赔偿你的那一个部分。记得你可一定要看到最后，这一期节目没有任何保险公司赞助播出，不讨论是不是出去旅行需要购买旅行保险，买或者是不买，其实正确答案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如果打开这一期的观众，你是一个从来旅行都不会购买旅行保险的人，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如果对你的旅行生涯有那么一点点触动的话，请你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正在筹备他的旅行的话，请你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不会跟你说，好在你当初把EO的视频转发给了我。嗨，你好，我是 EO， 你的非职业的邮轮旅行顾问。我知道只要跟保险有关的话题会变得特别的枯燥，对于不了解的或者是你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来说，几乎是看不懂的。那在我 EO 的视频里面，我是不允许发生这样的情况。看了我的视频非常清楚明白 EO 到底在讲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这一集的内容我要从讲故事开始，请我的观众仔细听好这些小故事，因为在故事中真实发生的那一些情节和细节，结合我的这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更加轻松简单明白 EO 到底在说些什么。 OK，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第一个故事要从威尼斯的蚊子开始说起。曾经有一年的夏天，7月初，我被公司派去跟一条新的邮轮的一条非常著名的航线。这个航线呢，是从威尼斯出发的一个13天贯穿东西地中海的一个航线。它的起始站是在威尼斯，终点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所有的乘客都和我一样，是从威尼斯兴高采烈的登上邮轮。那当然免不了的，我们会在威尼斯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先把威尼斯好好玩一玩，然后才登船。那7月份的威尼斯，除了它应该有的文化和风景之外，还有一个特产，就是威尼斯的蚊子。我相信上了这条船的，在威尼斯停留过的乘客，都多多少少给威尼斯的蚊子做出了一些贡献。顺便八卦一下哈，那个航线非常有名，在船上还遇到了几个名人，包括了台湾著名的艺人小 S， 在那个船期上和我同船。不知道小 S 有没有在威尼斯被蚊子咬到哈？那因为我是在邮轮上为数不多的可以讲中文的驻船的工作人员，所以有很多在船上讲中文的乘客都会来找我聊天。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威尼斯有一位太太在逛街的时候，她的耳朵被蚊子狠狠地咬了一口，而她的耳朵马上就肿了起来，甚至已经影响到她睡觉。那因为威尼斯是整个旅行开始的第一站，她不希望她的这个不好的状态延续在整个邮轮旅行当中，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前往邮轮上的 medical center， 也就是在船上的医务所，去找医生看了看她那个肿得非常大的耳朵。他整个见医生的过程大概也就是2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医生给了他一支
这么小的药膏，大概就是我小手指1/3的这么一个大小 size 的小药膏。几天之后，当他翻阅邮轮上他的账单的时候，发现他这一支小药膏价值将近$90。与他同船的他的朋友们中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关于邮轮上医疗费用如此昂贵的一场讨论。如果你是有搭乘过邮轮，并且有在邮轮上的 medical center 救过医的乘客，我的观众，你可能发现了，他们并不是明码标价的，也并不会在你求医问药之前先来和你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旅行保险，是包括 medical 医疗部分的。看完病拿完药你就可以走了。你很快会收到 medical center 向你的房间发去了一封包装的非常精致的一封信。这一封信的内容打开就是某某某在几月几号哪一条邮轮上看了一个什么病，整个过程和最后的价格。其实这一封信真正的作用是让你用来向你的保险公司索赔来使用的。第二个故事，罗马海难。我可能是跟的船比较多哈，好多事情都会遇到。在地中海的另外一条航线上哈，那是整个地中海季节的最尾端。我记得是11月下旬了，是一个13天往返罗马的东地中海航线。OK， 就是走希腊群岛，但是这一条航线非常著名的，它还会走埃及，还会走土耳其，进入到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行程哈，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见到类似这样的航线了。如果是对这个航线很有兴趣的观众，以后我们可以找机会来分析一下现在是不是能找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行程，到底哪些邮轮公司在走哈，我们不岔题。话说我接到了这个11月下旬的这个任务哈，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暗暗在打鼓，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是比较容易遇到风浪的，并且它虽然走的是东地中海，但是它跨越的范围有一点大，所以我其实是做好了一个它可能会晕船的一个思想准备。如果我的观众你现在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你可能觉得EO很神哈，为什么EO会预计到这个航线是会有风浪呢？你可以去翻看我视频中的一个专辑叫再也不怕晕船的这一个专辑，里面EO分3个部分来跟大家分析哪一些行程是容易遇到风浪的。那我现在讲的这个季节尾的这一个行程就是一个比较容易遇到风浪的一个航线，整个行程几乎都没有问题，一直到结束这个旅行的前一天下午才开始有晕船的感觉。好，无论是你上船也好，离船也好，去过罗马港口的观众你可能深有体会，因为罗马的邮轮码头无论是离机场还是离市区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你坐巴士的话你每2个小时是到不了的，所以邮轮公司也会非常清楚罗马这个码头的地理位置的劣势，而这个船上有很多的乘客都是需要赶离船当天就飞离罗马飞回原居地的飞机航班，是需要去赶飞机的，所以这一条船原定计划是会在凌晨5点之前就要靠岸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那这一条船哪怕是在大风浪的情况下，它也在加速行驶，造成了一场事故。这一场事故在发生的当时的瞬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当我在半夜惊醒的时候，我是整个人被抛离了我的床，当我重重的摔回床上的时候，我耳边听到的就是不知道多少东西被砸在地上的声音，和整条船发动机也好电流也好的那些声音瞬间咻的一下静下来。那当然有惊无险哈，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录这个视频哈。后来知道了这个问题出在因为这个浪过于大，这条邮轮的其中一个引擎被损坏了，也造成了这条船不能再加速行驶，它必须在海上飘，慢慢的飘回罗马港口。意思就是说，原定在凌晨5点之前要靠岸的船，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到底几点能够靠得了岸了。好，听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你们可能就会怀疑邮轮的安全性了哈。那我现在讲的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今时今日很少会在新闻上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哈。好，当我们在船上的工作人员已经非常肯定它是绝对不可能准时靠岸，而我们基本上是要放弃今天就要飞离罗马的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在船上召集了一场大会，来帮大家想办法来解决现在眼前
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必须做好这个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滞留在罗马。 OK， 我向邮轮公司要求了一个小剧院来作为我们开会的场所，跟现在的情况一样，我的麦克风放在了中间，当所有人都差不多到场的时候，那我就告诉大家，以我现在这个麦克风为中心，有保险的站在这一边，没有保险的请站在这一边。那我必须按照人数来大概制定出现在要解决的方案了。结果几分钟之后，有一群人是站在中间的，那我就很奇怪了，你们站在中间是为什么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有人说他一直知道他的信用卡有包旅行保险，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在开会之前已经跟大家讲明了，你的旅行保险中有包括行程中断部分的人才算是你这个保险是可能可以用得上。那站在中间说他自己有信用卡旅行保险的，他只知道他的信用卡里面包了旅行保险，但是有没有包行程中断的这个部分不知道。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告诉我，他们工作所在的公司福利还不错，常年给员工的福利是有帮大家购买一个保险的 package， 这个保险 package 包很多很多的内容，其中也有旅行保险的部分，但是他们同样的跟刚刚拿信用卡的是一样的哈，同样的也不太清楚他们公司保的这一个保险到底有没有行程中断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有购买有效的旅行保险的那一批乘客，无论是在当地滞留1天也好，还是滞留2天也好，他们都住上了相当不错的酒店，在罗马玩多了2天的所有的消费都是保险公司帮他们 claim 的，来帮他们出的这个钱。据我所知哈，他们在罗马真的是每天晚上都在吃大餐。那另外的那一些没有购买旅行保险的乘客就比较惨了，要更改飞机航班的所有的费用，那一次最便宜也至少花了$400多去改他的飞机航班，他可能改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这个预算要在当地做停留，所以所有的每一分钱都是硬生生的要从自己的腰包里面去掏出来。那当然了，肯定心里在流血了，所以有人选择在机场过夜，并且最后我还听说有人生病了，非常非常的狼狈。那这个故事大家记住它中间的细节，一会儿呢我跟大家讲到一个真正有用的旅行保险要包括哪一些内容和你需要注意的事项的时候，信用卡的保险也好，你们公司的福利也好，到底有哪一些坑哈你需要去避开的，有些哪些雷你不要去踩的。一会儿我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再回忆起我刚刚讲的故事，你就会非常非常容易的听得明白我到底在讲些什么。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特别爱讲故事，所以我这个频道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我已经开设了一个EO讲故事的频道。那现在讲的所有的故事，如果说你们想要听得更仔细一点哈，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把这个故事详细的哈单独的在我的EO讲故事的频道里面跟大家讲一讲。 OK，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哈，北欧心脏搭桥。虽然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本人并不在现场，但是他是我经手送出去的客人。通常在一些很大型走得比较远的一些，都会在出发之前反复的去提醒那一些没有习惯购买旅行保险的乘客。那对这一位为什么印象如此的深刻，就是因为他是那个 last minute 被提醒了之后才去购买旅行保险的乘客。OK， 很多特别爱坐邮轮的人，他已经不满足于那些小的 trip， 比如说像我之前讲过的阿拉斯加也好啊，加勒比海也好啊，对于做我这个行业的人和那一些玩开了的老玩家来说，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 trip。那些所谓的比较大的 trip 呢，就会走到像我之前提到的地中海的航线，还有我现在要讲到的这个波罗的海北欧的航线了。一对老夫妻哈，一对老人家，我已经不太记得他们当时上船的年龄了。总之他们是属于那一类购买旅行保险的时候需要按照年龄来算钱的那个年龄阶段了哈。他们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旅程之后，并且也是提前了2天到达上船的那个城市，我记得是哥本哈根哈，丹麦的哥本哈根，玩了一圈之后终于登上了邮轮。上了邮轮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到了开船的第2天，老先生突然之间倒地，心脏病突发，而他并不是那种有心脏病病史的人。
我听我的同事传回来的信息说，当时在邮轮上的紧急急救已经需要出动的是心脏起搏器，在不断的使用心脏起搏器和人工心肺复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断掉了3根肋骨，才让他的心脏跳动逐渐稳定。而在那个时候，直升飞机已经在甲板上停好了，正在等他稳定之后就运上直升飞机，直接运到了瑞典去做心脏搭桥手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整个办公室都惊呆了，真的是一身的冷汗。我们想到了他是那个最后提醒了才去购买旅行保险的那一位。在这一对老夫妇回到温哥华之后，我向他打听了一下整个保险公司到底赔了多少钱，我得到的答案是35万加币。而因为数字过于庞大了，他们1分钱都没有从自己的口袋里面出，是直接邮轮公司与保险公司包括当地的医院直接衔接的，他们只是被工作人员安排到这里，安排到那里，安排回来，就是这么简单。我大概在录这个视频之前，我有预计到这个视频的流量不会太高，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个提醒在关键的时候做出的话，我可能会有一天会特别的后悔，我没有在开设这个频道的第一时间先把这个旅行保险的重要性去跟我的观众来讲。虽然到今天为止我的频道才开了1个多月，我的 subscriber 大概也就只有600多人，那我不知道当你打开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关注人数到底有多少了。那我希望每一个看到我视频的人都能够被这一些故事所小小的触动一下。在刚刚故事中提到跟我共同经历了那一场海难的很多的人都跟我保持了很多年的交往，在那一次事件之后，旅行保险不作为需要提醒他们的项目，反而成为了他们计划每一个旅行预算时必须一定要打进去的那一个预算。好，故事讲完了，那我就现在开始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答应过大家的那几项一定要今天让你 totally 明白的内容。第一项，邮轮公司的旅行保险到底值不值得购买？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不值得。我想可能邮轮公司看到我这么果断的给出这么一个答案，他们可能已经气得肺都炸掉了，这是各大邮轮公司一个非常主要的盈利点。好，那原因在哪里呢？就像我们在这个平台观赏视频一样，我们的观众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地区，对于旅行保险的规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最多观看我视频的观众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是一种保险的机制，加拿大是另外一种保险的机制，而就算加拿大本身，不同的省和省之间都是会有区别的。邮轮公司同样面对了全世界所有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乘客，那你这一个旅行保险如果是要让大家都能够以同等待遇使用到的话，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邮轮公司的旅行保险通常只 cover 它从开船的那一天开始到邮轮完成整个航行的最后一天。试问这条船上有多少人是住在他起航的那个城市和那个最后目的地的？一定需要去坐飞机，甚至还可能提前去住酒店。 OK， 离开船之后你可能还要在当地再逗留个1天2天之后再坐飞机回到你的原居地。所以邮轮公司提供的这个保险的日期本来就不是你的整个旅行的日期。在这里我只讲这头2个理由，我相信你已经会完全打消跟邮轮公司购买旅行保险的念头了。好了，然后下一个 OK， 信用卡中包含的旅行保险和公司福利中包含的那些旅行保险有哪一些雷是你不知道的情况就很容易踩到了。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讲的第2个故事，就罗马海难的那一个故事？站在中间的那一类人就是踩了雷的人，他们只知道有什么不知道，保多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有的赔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没得赔不知道。那你出去旅行的话，这一个旅行保险在突发的情况下你应该如何应急处理，你就更不知道了。那怎么用呢？对不对？你明明有保险，你怎么用呢？无论我们的保险是花钱买的
还是说公司包的，还是说我的信用卡的整个 package 里面有这一项 benefit， 我都希望看了我视频的我的观众一定要敲响警钟，就是你一定要对于你手持的这一个你将会要在这一次旅行中使用的这一个保险有足够的了解，因为在事件突发的情况下，你如何处理，你需要留下哪些证据，有没有的赔，有的赔是一种处理方式，没的赔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一个保险可以赔得回来的概率，并且你要结合我下一个要跟你聊的话题，就是一个好的旅行保险它要包含哪一些部分，那你在了解你自己手上现在已经有的这一份保险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缺些什么，缺什么咱们就要补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那下一个你最容易踩到的雷是什么呢？你不单单要了解这个保险本身赔些什么，赔多少，就哪些内容赔，哪些内容不赔，你还必须要了解这个保险的最基本的对于拥有这个保险的人的一些规定。比如说我自己常年使用的信用卡的保险，它规定60岁以下就可以总共赔到我15天的旅行。如果有一天我依然在用这个信用卡，但是我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它会一下子从15天缩到了7天。好，那我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你在申请这张信用卡的时候，你可能是58岁，你觉得各方面都特别不错，然后你可能也使用过，甚至是 claim 过，你有用它来索赔过，赔得非常的好，你对它满意的要命。好，但是在你达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打赌，保险公司也好，银行也好，不会主动来提醒你，你的年龄到了 OK， 你的这张信用卡里面包括的这个保险的 benefit， 它将不能全额赔，或者是不能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则来赔，你就去到另外一个 category， 另外的一个分类里面了哈。那有很多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公司包括那个福利保险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你要对它这一项的规则也要了如指掌。我觉得让人最可惜最捶胸顿足的一个场面，就是当你去索赔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你根本不符合这个索赔的范围，或者是你根本不符合索赔的条件，好吧？那为什么之前不去搞清楚它呢？甚至我们如果记性不好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属于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我几乎每一次的旅行之前，当我决定我这一次的旅行是不会额外去购买旅行保险，而我会用我的这个信用卡里面的这个旅行保险的情况下，我都会打电话给我的信用卡公司，让他帮我转到保险的那个部门，重新去再问询一遍我关心的那几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赔，结合一下自己的年龄的变化，结合一下我这次要去的旅行目的地的变化，旅行时间长短的变化，和再次重新确认一下保险公司有没有在过去没有通知你的情况下擅自更改了一些保险的条款。好吧，这个太重要了。好，我们到下一个部分，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的旅行保险才是那一个你发生问题的时候真正可以索赔的回来的那一种旅行保险，并且我也同时会教你怎么样能够充分的使用到你的旅行保险，尽量用足保险公司这个 package 当中所有的需要赔偿你的那一个部分。首先是出发前行程取消的那一个项目，我在这个项目上的理解并不会建议每一个人都去购买这一个部分。首先这个部分它的价格按照你的年龄、身体状况和你旅行的长短、目的地的不一样，它的价格都是会不太一样的。那这个保险通常是怎么用呢？就是说当我去购买了一个邮轮产品，这个邮轮船票买完之后呢，它可能是不退的，或者是我就算退我也拿不回太多钱的情况下，可能不同的人的工作的状态啊，他的工作性质啊，会突然之间会发生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家里的至亲身体状况不是很稳定，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是在我
旅行之前的话，几乎所有要去旅行的人都一定先把家里面那些事情先安顿好。那是不是购买出发前行程取消的那一个旅行保险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应根据你自己不同的个人情况哈，包括家人、你的至亲的情况，再来决定要不要来购买这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很多人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医疗保险的部分了哈，旅行医疗保险。也有很多人会误以为出门在外最担心的就是看病嘛，对不对？那我只要购买医疗保险就已经足够了，那他就可能会去买一个叫做 medical only 的一个保险。那对于邮轮旅行来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因为通常邮轮旅行都是会出国的，好吗？那你都一定会离开你自己的原居地，离开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光买医疗保险，它只会包括你什么打针、吃药、看医生、住医院的费用而已。但是你因为生病而离开了你这个旅行，最后你可能需要去到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城市，你没有办法再回到邮轮上，那你可能需要重新购买飞机票，重新订酒店，在安顿完所有的一切之后才能回到你自己的原居地的话，那光是医疗保险 medical 是不够的。那我们先把医疗保险先讲完哈。 package 里面的医疗保险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首先是 deductible， OK， 这英文叫 deductible， 那中文叫做垫底费，就是说你这张医疗账单无论多少钱，你的头多少钱你要自己给那个就叫做 deductible。 可能有一些保险它可能是300、500甚至是1000，那这个垫底费越大，你的保金就越便宜。所以不要一味去追求你的保险金额很便宜它是保 medical 没错，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花你个几百块上千块的情况下，你也是希望都能够赔回来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有的选的情况下你在你当地记得刚刚讲过的每个国家每一个不同的省包括在美国不同的州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关于医疗保险这些保险上面的一些规则的话，你就近在你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去的当地的保险公司去购买旅行保险。那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垫底费啦，还有往上走的我们叫 maximum， 就是上限就是它的保额上限。那你也要知道它最高只能赔到多少，对不对？另外如果你有旧病历史，比如说我有心脏病，但是我的心脏病已经3年没有复发过了，或者是多长时间没有复发过。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你在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保险公司它对于你的旧病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它可能是规定6个月内不复发，或者是1年之内没有复发的话，它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你的。那我有一个更保险的方法，可以保证你在 claim 保险的时候，在索赔保险的时候是可以更快速的把你的钱索赔回来哈。那当然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真的有索赔这件事情，但是一旦发生的话，我们提前为什么不免费的去做一个小动作呢？是什么呢？就是请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给你开具一份证明你的这个旧病已经多长时间没有复发过了，有一个白纸黑字拿在手上，万一需要用的时候一个文件就搞定了。好，那这个是医疗的部分。那还有行程中断的部分，我们叫做 interruption。 那行程中断就像我跟大家讲到的海难的故事，北欧心脏搭桥的那个故事，都是跟行程中断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无论是因为你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船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还是说因为身体的原因造成你不得不要中断你的旅行的时候，这个行程中断的保险就会非常非常的有用，并且还应该包括你的飞机 delay， 你赶不上船 delay 赶不上飞机，嘿嘿，对不对？这都应该包括在内，不要让它有额外的一些条款来限制。我再讲一遍，越便宜的保险它给你的限制条款就越多。那一场在罗马的海难，我亲眼见到一个太太，她在出发之前特别给我打了电话，问我保险
到底要哪一些的内容。那我呢就跟他就像今天做节目一样，噼里啪啦讲了很多很多，他就说那就是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行程中断，我知道了。好，那他就去他相熟的一个保险公司去购买这个保险，而对方给他啪啪啪拍出了3个不同的 package 给他，他挑选了其中最便宜的那一个，结果那一场罗马的海难，他回来之后1分钱都赔不回来，原因是他选择的那个最便宜的那一个行程中断的保险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他规定你如果因为身体状况而行程中断，我才有得赔，其他所有的状况我都不赔。而这个保险公司的 agent 他并没有站在客户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的角度来为客户去考虑这个保险到底适不适合他购买，结果老太太1分钱没赔回来。大部分像这样的保险 package 中，它还会包括比如说行李的遗失啊，行李的 delay 啊，对不对？这一些内容对于我们长途跋涉，可能要坐飞机、倒巴士，甚至倒火车、搭邮轮，这样的整个你的行李被运上运下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发生这样的小意外，而这些小意外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整个旅行的质量。当然我是站在邮轮旅行的角度来考虑整个旅行保险它应该包括哪一些重要的内容。只要是对于邮轮旅行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你都会知道整个包含的这些内容，除了你坐邮轮之外，还有飞机接驳，还有酒店接驳，巴士接驳，甚至还有你每个港口到了那么多的国家港口上岸观光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些问题，都会需要被考虑在内。那一个适合邮轮旅行的保险，我相信是适合所有的旅行了已经。当你购买到一份非常好的旅行保险之后，也同时带着他出去旅行的时候，那 OK， 那他就的真的在沿途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你第一时间联络保险公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录制的邮轮旅行必带的物品中会跟大家列出保险公司紧急联络电话。有网友来跟我留言，为什么我需要带保险公司紧急联络电话？我当时就觉得心里面在滴血，我觉得这是个好危险好危险的一个问题。那也在今天一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你购买的旅行保险在 claim 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证据你可能需要留这张账单，可能需要拍这样的照，甚至找证人。而你慌忙混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忽略掉很多很多的点，而忽略到这些点之后，会造成你回来 claim索赔的时候的一些麻烦，甚至是赔不回钱，甚至是赔回很少的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先联络你的保险公司。那今时今日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很发达很简单，很多很多的保险公司都有它的 APP， 对不对？你只要在出发之前下载好 APP login 进去，你可能在线就能够联络到你的保险公司，并且当场就开始给他发照片，开始给他发信息。而保险公司在收到你的信息之后会立即立案，并且有专人来跟踪你的 case， 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你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好，这样的话意外的花费能够以最大的限度能够赔得回来，你也不会走任何的弯路。好，那这个紧急联络方式同时你放在身上也好，放在一个重要的跟你的护照真的应该要放在一起。在遇到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北欧心脏搭桥这样的情况下，你已经不可能自己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交给邮轮公司，他会帮你去跟保险公司直接接洽联络，由邮轮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作，来把你后面所有的一切都妥善安排好。我相信把这一集看到现在的观众，我的这些故事也好，我的这一些叨也好，对你来讲是有那么一点点触动的话，你给我打一个赞好吗？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希望你可以收藏下来，或者是转发给你正在计划旅行的你的朋友们。好了，那就这样咯，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拜拜。